世界各大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日本简报：北京模拟攻击台湾。日本时报：日本在中日两国高级官员会谈中强调了台海和平的必要性。会谈以东海有争议的水域为中心。此前，中国在台湾附近进行了为期3天的军事演习，以回应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在此期间，他会见了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在会议期间，日本强调了避免该地区冲突的重要性，因为他也对中国靠近日本的军事活动及其与俄罗斯的合作表示担忧。东京还敦促北京在日本水域外维持其海岸警卫队船只。日本和中国官员在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上召开会议。由于大流行，近年来会谈主要在网上进行。这是在2019年5月的一次面对面会议之后进行的。周一，两国国防当局商定了一条热线，双方一致确认了对联合天然气勘探的承诺。日本还谴责去年在该地区开发的2个新建筑。两国的海岸警卫队船只经常在日本控制的钓鱼岛、尖阁诸岛周围对峙。外交部亚洲和大洋洲事务局局长船岳武宏和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交换了意见。中国最近的奥运会是围绕台湾的自信模式的一部分，他认为台湾是自己领土的一部分。近几个月来，中国在台湾周围天空和海洋的军事活动急剧增加，引起了全球的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了共产党对台湾的使命，并且不排除在台湾宣布独立时使用武力的可能性。美国和台湾高级官员之间的会晤被视为侵犯了北京的内政。日本在会谈中强调对中国军事活动的担忧。彭博社：日本官员对中国在其海域增加军事活动以及与俄罗斯合作恐吓其海岸表示担忧。日本外务省抗议中国继续评论江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过的废水排放到海洋中的安全性。上个月，中国重申谴责日本保证不会因此产生安全问题的计划。日本报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表明后冷战时代的结束。日本时报：根据日本外务省在其年度政策报告中的说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标志住后冷战时代的结束。该报告还显示了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日本称中国是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还首次承诺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该报警告说，世界各地的外交紧张局势和对抗可能会升级，国际关系与合作、竞争和对抗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据报道，中国一直在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军事活动，引发了人们对其可能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担忧。台湾是一个自治的民主岛屿，北京认为台湾是一个叛逆的省份，它将在必要时与大陆联合。日本对中国和俄罗斯在日本领土附近以越来越频繁的速度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表示担忧。全球南方统称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他们试图避免偏袒任何一方。东京说，以全面的方式与尽可能多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以克服多边主义下的价值观和利益差异，这一点极为重要。巴菲特打算增持日本股票。日经亚洲：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宣布，他计划增加对日本股票的投资，包括前5大交易集团。2020年8月，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日本前5大交易公司中分别收购了略高于 5% 的股份。日本表示，美国、日本、韩国国防官员将于周五举行会议。路透社：日本将于周五与美国和韩国举行3边防务会谈，讨论包括北韩核威胁和导弹威胁在内的地区问题。这3个国家上周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朝鲜支援其武器计划的恶意网络活动。G7国家为到2030年逐步淘汰煤电而争吵。日本时报：关于逐步淘汰燃煤发电时程表的讨论正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 G7 能源和环境部长峰会上成为焦点。美国、日本和欧盟对英国提出的一项提议表示反对，该提案设定了2030年逐步淘汰无排放的国内煤炭发电的最后期限。
德国提出了一种替代方案，强调理想情况下到2030年或在2030年代逐步淘汰无减排的煤炭发电的目标。关于时程表的争论增加了一种风险，即一些人将不再认为 G7 国家完全决心将煤炭载入史册，这可能导致批评富裕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取得的进展的国家的批评。今年的东道主日本提议重申去年 G7 领导人声明中的承诺，到2035年实现完全或主要脱碳的电力部门。俄乌冲突导致日本还鼓励支持投资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语言，以确保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天然气应该只是那些负担得起并致力于转向净零能源的国家的过渡能源。然而，有几个国家已经反对日本推动支援在存在相关氮氧化物污染的情况下使用氢气和安作未动力源的语言。去年，7国集团领导人承诺，他们的国家将共同目标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准高2摄氏度以下，目标是到2050年将碳排放量减少 40% 至 70%。各国领导人还同意努力到2050年将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0年减少 40% 至 70%， 并在本世纪末实现经济脱碳。4月22日，世界各国领导人将出席在纽约举行的2016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届时他们将签署一项协定，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日本将在华盛顿主持 G7 财经会议。路透社，明天，日本将在华盛顿主持7国集团金融领导人会议，讨论一系列问题，包括加强供应链、乌克兰危机以及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讨论将由财务部长铃木俊一主持。值得注意的是，预计7国集团将重申团结一致，为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援和对俄罗斯的制裁。事实上，铃木先生的华盛顿之行还包括解释日本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援。与此同时，东京正在进行必要的法律修订，以提供贷款和其他措施来支援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与此同时，违反乌克兰停火是灾难性的，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了明斯克2协定，而俄罗斯则在英国和美国附近进行了轰炸机巡逻，以表明其对加强北约在俄罗斯边境存在的举动的愤怒。日本简报，全球了解日本最快捷、简约的媒体。